夜宿深山溶洞是种什么样的体验？穿越数百公里的地下溶洞需要什么装备？湖北五峰连江洞可通重庆万州，是真是假？户外小北带你一起感受史前巨洞的穿越之旅，见识山中有洞，洞中有山的喀斯特地貌洞穴奇景。当地老人跟我讲啊，他说这个洞可以通到重庆万州。我们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之前有影像资料记录，都是没有搞到最深处的。今天我们决定去一探究竟，带了帐篷以及最基本的生活物资，足够在洞里面待7天7夜。好了，出发！好凉快啊，特别凉快吗？他说这个洞里面只有8度啊，所以我们穿的比较厚。我这里面还穿的有毛衣。待会儿扎帐篷的时候还有我们比较厚的睡袋，还带了有很多户外电源呢，保证这个物资充足。有人说这个是滴血洞，我不知道它是为什么脑洞大开起这么一个名字啊，搞得还有点瘆人。我们这个时候就沿着这个公路往里面走。今天要是骑摩托车的话，那还是非常的漂亮的，但是没办法，摩托车没搞过来。这洞径很大。这个洞口的空间非常的大，这边有很多乱石，像乱葬岗一样。这是古人熬硝的啊，据说这个熬硝的历史呢，最远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我们现在沿着公路继续前进，因为公路是一直沿着主洞道前进的。公路在这里被挖断了，这可能是当地人怕有人把车开进去发生危险，把这里挖了只有一条人行的小道，但是前面还很幽深，这个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去了。我们每个人负重基本上都是超过了20公斤，带了足够的物资。大家一定不要轻易模仿，要有非常多的探洞经验，才可以探索这种超级溶洞。这时候准备电量最充足的电筒。这外面没什么好看的啊，待会儿我就不一一讲述了。我们去到里面没有公路的痕迹，再继续拍。公路到了这里就到了尽头，这边呢必须依着这个乱石前进。这边有古硝坑，这是提炼硝石的灶。这时候大概进来了一个800米的距离，这边有人生火做饭的痕迹。那边是人生火做饭的灶，它这个灶不同啊，可以看到这个灶是小小个的，然后里面还有柴火。继续前进，在那个下面的厨房上方呢，就看到了这个硝坑。这个硝坑呢，刚刚使用一半，它还没填满，直径大概是2.5米。然后这边还有硝坑，这里就是明显是以前熬硝的一个基地，可以看到这两边呢是堆满了已经取硝完的残渣。这个硝坑呢是已经服役完毕的，可以看到它都是这个土填的比较满。这个熬硝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熬硝的这个工人呢，可想而知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留下的古迹还历历在目。好了，我们继续前进。我们随着这堆乱石过来了，可以看到这里洞厅非常的大，洞中有悬崖，仿佛一座大山。山中有洞，洞中有山，洞道起伏连绵。看这个古台阶，上面已经包浆了，这不知道走过多少人次。这个墙壁上面写的有很多来访的人的名字。继续前进了，这个应该是古人背硝土出来的必经之道。攀登天柱山的感觉，一路进来都是这个石梯。哎呀，要不是温度这么低的话，背这么重，那走起来会非常的热。哇塞，那里还有坎子啊，在这个石头上面。继续出发。你这里过来，在这下面有一个断层，原来应该有桥。对，这里我看着那位博主在这里，他拍了这个镜头。对，哇，
这个上面都熏的黢黑，里面已经对，出销量这个好看很。大呀。好，顺利的过来了，注意安全呢，这下面还是有个5、6米高，继续前进。枯树上面发现有钉，我下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钉。哇，这里下来非常的滑，要么就一下跳下来。我勒个去耶！这原来不是钉啊！是什么？哇，这是蛛丝一样的，树井深吗？树井不深，7、8米左右。下面还有洞道吗？下面没有洞道，只有主洞道。好的，注意安全。哇，空间好大。有点滑。哇塞，这一根羊石很漂亮啊，对着这个洞的上方。哇塞，这空间太大了，继续出发。这个空间，腾龙洞也不过如此啊，这才是宜昌的超级溶洞。这时候在这里换一下电池。上次某某博主拍这里的时候，他说在这里露营的，进来走了多久？我们实际上到这里才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也不是很远。这个平台旁边呢，找到了这个有人祭祀的痕迹，烧的有这个火纸。现在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有石梯，接着往下走。这个洞道的落差非常的大，上几十米，下几十米，横走几十米，它的洞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节奏。不愧为超级溶洞，这里的上下落差接近100米，我的强光手电照不到洞顶。继续前进，看这里是一个熬销工人做的土房子啊，然后这边呢有很多探洞者进来打的标记，它这个标记是打反的，它是把箭头往里面去的，不专业，一点都不专业啊！可以看到这边是有石墙的，然后那边是土墙，这个下面有一个火堆，这个应该是以前熬销工人在这里居住的。这里洞道分成了上下2层，但是我分析上面那个洞道跟下面这个洞道是相连的。我们必须先走一段，然后再回头看。如果不是相连的，我们再去盘2层；如果是相连的话，就没有必要去2层了。这里有灶台，这个应该是熬销工人在这里生火做饭的地方。钟乳石上面坑坑洼洼的，像刻满了经文一样。洞道了，就是从这个钟乳石旁边往里面延伸的。我分析了没错，那2个洞进来之后是相连的。然后这边呢，这个洞道变得非常的狭窄，这里还有人打了一个进去的标记，它这个标记很不专业啊，这一看就是希望待在里面不出来，然后别人来搜救的标记。我们继续前进，洞壁上面好多石膏啊，这个抠一坨回去就可以做豆腐了，直接可以做豆腐吧？可以。继续沿着这个石梯往上走。那个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小坑，全都是这样密密麻麻的焦土和焦坑。对呀，这全部都是由熬销工人一铲一铲、一背篓一背篓的背出来的。在这个销坑群的旁边，又有人留下的痕迹，秦岭谢衡山。现在换第2发电池，我们弄了，继续出发。这还没用过嘞，我想跳下去。跳下去吧。真的想跳下去。这边除了乱石就是消土，除了消土就是销坑。哎呦，我要完犊子了，这是。掉到销坑险些出不来。
才2米多深，哎呀，差点知名博主掉入小坑，无法自拔。无法自拔，确实是。好，爬起来了，我们继续前进。这里又是一个小坑，这个小坑也是没使用过的，差不多也是一个2米多深。这个我就不跳下去了，跳下去我怕他们不拉我。好，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出发。穿越小坑渠。哇塞，这边好滑哦！哇，看我！哇塞，动枪非常的大，看不到了，看不到。进来了大概4公里的位置，见到了这个有可能是村民所说的达摩神像这一尊钟乳石。这个达摩神像钟乳石是栩栩如生呐，非常的震撼。动到了是继续往这边延伸的，这边有一个台子，还有生火的痕迹。然后这里动到了就变得非常的平坦了。难道我们已经走出了湖北省，到达了重庆界了吗？在这个平地的中间有一眼清泉，这个周围有很多脚印，可能有以往探洞者在这里饮过水。这钟乳石可谓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这是一个死洞道，但是这里又出现了曾经在穿心洞看见的那种非常神奇的这个像床一样的建筑，搞不懂这个是为什么做成这样子的。下面这个洞道是个三角形，不知道有多深，我下去一探究竟。这里是个竖井，看一下有多深。20多米，不是很深啊。我们又返回了主洞道，然后进来了，大概走了是5个多小时。这时候外面是已经天黑了，已经7点多了。这时候我们决定找扎营的地方。那边应该有平地。对，过去，尽量找高一点的地方。越在外面，氧气越充足。可以非常好的修整，把这个平台收拾出来。这里生过火，而且比较干燥。现在就在这里扎营了。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就不继续前进了，扎营了，明天再出发。我们还带了户外电源。这户外电源是500多瓦时的，百克隆的，特别好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灯，这个灯呢是可以亮很久的。就是我们如果所有的电筒都没有电了，还可以依靠这个灯可以走出去。这个可以用笔记本，还可以剪视频呐，给手机充电呢，以及我们所有的电池、电筒充电。我们今天进来共换了2发电池。好了。我们开干，可以闪充的啊！把电筒充上，2个电筒，相机，还有手机。在外面露营的话，一定要备好这个户外电源，不然的话，你可能需要交流电的时候就不好用了。我待会儿把笔记本拿出来，这边还有可以220伏的这个交流电，可以剪视频。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视频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搞了休息，这里面条件比较艰苦啊，不能洗澡，所以呢就直接就这样睡啊，把外套给脱了，然后不要把帐篷里面搞得灰，这个脚闻得很臭啊，脱裤子了，拜拜。